买房看地段，啥时候都是不变的真理。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也比不上好地段来的有价值。因为好的地段直接关系到未来房子的升值潜力以及日后生活的便利性。有做房产中介的朋友告诉我说，买房靠近这5处，10个家庭9家富，真不是瞎说，而是过来人的经验总结。一起看看这5处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1. 临近地铁口的地铁一响，黄金万两，真不是空穴来风。地铁站周边的土地一直是开发商的必争之地。如果你买的房子靠近地铁口，那意味着日后出行会非常方便，尤其是1、2线城市，不管交通如何拥堵，选择地铁出行都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早晚上下班时间也好把握，简直就是打工族的福音。而且地铁是一个城市的动脉，因此地铁口往往也是开发的重点区域，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自然会非常完善，所以未来的升值潜力也很大，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地铁口离家近固然是好，但也不能太近。从安全性和私密性的角度来说，社区与地铁口之间有个300-500米距离是最为合适的，出行时比较方便，居住也不会受到大量人流带来的影响。2. 靠近名校的，做父母的都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也是众多家长的心声。如果房子靠近名校，只要家里有孩子，家长们甚至不惜举债借钱，也都会争相购买。因此，这类房子即使将来不住也不出售，出租也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现在很多城市都是学区划片，学校附近的房价向来只高不低，未来10年这类房子的需求也依然很庞大，这就意味着学区房能跑赢区域房价。而且学校附近的房子，除了自家孩子上下学方便，省去了天天接送的麻烦，关键是学校周边是严格禁止开设工厂、KTV 等娱乐场所的。这样一来，不仅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居住起来也更安静舒适。3. 临近公园的，安家在公园旁，离尘不离城，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的首选住宅。对于市区内公园旁的房子，不仅拥有天然的资源环境，而且极其稀缺，而且周边环境好，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宜人不说，还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住在公园旁，不管是茶余饭后的锻炼休闲，还是周末想陪孩子露营，都不用发愁，因为楼下就有绿荫成林的免费公园，根本不用担心停车难、路程远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豪宅都集中在公园周边，所以这类房子市场上的房价也相对稳定。选择置业在公园旁，未来即便想转手和出租都有升值和保值空间。4. 靠近商业中心的，要说买房升值潜力最大的位置，一定是靠近商业中心的。这里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最佳黄金地段，现代商圈基本可以保证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像什么商超、百年老店、大型书店、网红咖啡屋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靠近商业中心的房子，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商圈带来的繁华和便利性，而且居住在商圈附近，出行交通也非常便利。因为核心商圈的发展会比较快，城市的规划和交通也会被重点关注。有句话说得好，好的地段决定投资价值，价值决定配套设施。靠近商业中心的房子，人气最旺，所以自然未来升值的会更快。5. 靠近江景、海景的，试想一下，每天唤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微微的海风，会是什么感受？谁会拒绝只要打开窗就能欣赏到窗外江和湖的带来的绝色美景？甚至有人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想拥有一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观房，用来养老。所以江景房、海景房一直以来也是房产市场上的稀缺房产。如果买的房子靠近江景、海景、湖景，不仅能无时无刻的享受优美的景色，而且还能拥有新鲜的空气、宁静的环境，能居住在这里，往往也是身份的象征。这么说吧，一座城市的 CBD 商圈可能5到10年就会换，但如果是景观房，永远都会有人为其买单。这就是选择江景房的核心价值。结语，总的来说，房子的价值80%是由地段决定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地段会越来越重要。买错一套房，10年又白忙。如果你不会买房，就选择靠近以上这5处的，绝对不会错。做了10几年的家电销售，如果我自己家装房子买家电，我会这么选。1. 首先，电视我肯定不会买太高端的，毕竟1年也看不上几次，我就在国产 TCL 和海信里选一个，花个3-4千元买个65寸的。都说自己的画质好，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技术，我只关注分辨率和内存，只要是真 4K 2+16GB 以上内存，家用完全没问题。2. 冰箱，我才不会听什么进口品牌，性能更好，技术更先进，我就买国产海尔或者美的的，容量选400升以上的，小了不够用。其次，买风冷变频双循环的，这个配置的冰箱制冷均衡，不会串味，能效就买2级的，比选1级还能省几百元。3. 空调我就用立式空调和挂机的组合，比中央空调便宜，还不需要做吊顶。
后期维修和维护也比较省心。客厅柜机用个2匹的，卧室挂机用个1.5匹的，满足变频、新一级能效就可以。品牌我就选格力，3%的故障率，10年保修，有啥不放心的？4. 洗衣机别给我介绍洗烘一体的，就是在坑我。洗烘一体机虽然价格便宜，但烘干后的衣物皱巴巴的，耗时长还费电，我就用洗烘套装，容量选10公斤以上的，洗涤和烘干个大件被套也不费事。品牌我会选小天鹅，他家的水魔方系列在洁净和护色方面都十分出色。5. 烟机灶具我就用老板或者方太的，在2-3千的价位里选个基础款的套装。烟机什么自清洁、挥手感应对于我来说都没啥用，我只关注排风量和风压。风量18米立方，风压在300帕以上，足够用了。燃气灶的火力值要4.5千瓦，热效率不低于60%的就可以。6. 净水器品类那么多，我只选厨下反渗透净水器，我才不看什么大品牌，这个东西只要是带2欧膜的，过滤出来的水质都一样。价格选个2000左右的就可以，再贵的就是智商税了。关键是滤芯必须是通用的，不然我怕买得起，后期换不起。7. 洗碗机我一定会安排上，电器能代替的家务，为啥还要手洗？首先，我不会买台式和水槽式，容量太小，用着鸡肋。台下嵌入式是首选，优点是容量大，即使餐具碗碟多也能轻松摆放。最关键的是要有消毒存储功能，省着我再单独买消毒柜了。8. 热水器什么太阳能、空气能、极热式的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房子买的大，住的人口多，我就用燃气热水器，出水量大，热水即开即用，方便省心。反之，就用储水式电热水器，虽然热水有限制，但安全性能高。9. 马桶我会选个智能的，凡是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家用电器，我肯定不会拒绝，但智能的家电不是越贵越好。一般来说，只要有座圈加热、自动翻盖加自动冲洗功能的，3000元左右的就可以满足需求了。高端一点的，无非是多了语音控制、智能 APP 等功能，没啥实际意义。10. 阳台晾衣架我会选个电动的，平时晾晒衣物时比手动摇杆的省事。但是电动晾衣架我就选简单的基础款，只要有电动升降和基础照明就行，价格还便宜。那些所谓的高端款我肯定不会选，什么消毒烘干、语音控制啥的，故障率高不说，功能也不实用。新房装修，听我一句劝，这7个东西是买大不买小。1. 电视，在我看来，买电视预算范围内越大越好，背景墙可以不做，一款大屏电视挂在墙上，照样显气派。就算很少看电视节目，但偶尔看个电影，大屏幕的那种沉浸感也是小屏幕电视无法达到的。再者说，现在的大屏电视也不贵，75寸的才3000多。喜欢玩游戏的年轻人，拥有超大的游戏显示屏，游戏体验绝佳。2. 冰箱，买冰箱容量是越大越好，别去相信网上那些教你按需选购的，实际体验过，发现根本没法满足。我家平时就2口人，用的是一台不足300升的冰箱。前段时间赶上小区封闭管理，家里囤的食材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还是觉得不安心，恨不得解封后就立马再去购置一台冰柜。3. 水槽，厨房的洗菜盆尺寸越大越好用，不管你是想买单槽还是双槽，原则上是一定要放下大锅具，不然每次用完清洗的时候都非常不方便，不是溅自己一身水，就是整的台面上全是水，真心遭罪。以我的生活经验来看，最适合的还是大单槽，双槽设计总有一边闲置，很鸡肋。4. 洗碗机，洗碗机的容量买大不买小，小容量的洗碗机虽然价格上有优势，但是平时只能洗一些普通的餐具，大一点锅具还得自己手洗，买了还不如不买。所以买洗碗机越大越好，套数越大越好用，毕竟一次能洗下锅碗瓢盆的洗碗机，才能让你真正解放双手。所以能买13套的就别买10套的，不然将来肯定会后悔。5. 烘干机，要买就买独立式的干衣机，千万别买洗烘一体机。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容量只有洗衣容量的2/3，这也就导致很难烘干大件，而且烘干时间长，干衣效果差，不如一步到位买个独立式的烘干机，公斤数越大越好，毕竟滚筒越大，一次性能烘的衣物越多，而且烘干的时间越短，衣物越蓬松，不容易皱。6. 空调，买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效果就越好，使用起来也会更加舒适。比如客厅根据面积可以选择2匹至3匹的，卧室面积20平米以下的
建议选 1.5 匹或大1匹，大于25平米的至少2匹起步。日常如果使用频率高，买变频不买定频，噪音小也更加省电。7. 吸尘器，吸尘器的功率越好，吸力越大，清洁效果也就越好。所以理论上来讲，无线吸尘器的清洁能力比不上有线的。另外，无线吸尘器的续航能力一般来说也比较拉胯，因此如果你家面积大或是有洁癖，建议你还是选择吸力更大的有线吸尘器。而且最大的优势在于，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工作。